大家知道过去几年最牛的资产类别是什么吗？过去5年，代表 A 股的沪深300上涨了20%，过去5年京沪的房价上涨了30%，但是代表商品价格的南华商品指数居然上涨了100%，整整翻了1倍。而这个数据还是在最近1个月下跌了16%以后得出来的数据。所以最近几年和大宗商品相关的基金包括原油基金、CTA 策略的管理型期货的私募基金，都跑出了非常亮眼的收益水平。那么究竟为什么大宗商品会出现这波大的牛市？未来这波牛市还会持续吗？最近的回调是我们上车的好机会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么在金融投资领域我们所说的商品可不是大家日常当中看到的零售环节的商品，而指的是被广泛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我们呢一般会把它分成3个大类，第一类是能源类商品，最常见的就像原油、煤炭。第2类是基础原材料商品，比如像有色金属、铁矿石等等。第3类是农副产品，比如大豆、玉米、小麦等等。那么究竟为什么大宗商品会经历这波大的牛市行情呢？我认为呢有以下3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从需求端来看，疫情之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复苏，各国央行大量的投放货币，钱多了总要拿出来消费吧，终端产品供不应求，对于原材料的需求自然是不断加大的。第2呢是从供给端来看，疫情导致全球减产停产，原材料的产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在我们国内，2015年就开始推出了供给侧改革，仅仅煤炭行业在“十三五”期间就去产能每年10亿吨，煤矿数量呢从1万多处减少到了5000处以下。然后最近2年又提出了碳中和战略，对高耗能行业进行了能耗的双控，导致产能进一步紧张。这种供给侧的变革加上不断增加的需求，加剧了大宗商品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一下子扭转了2015年之前的整个商品的大熊市，让大宗商品走出了波澜壮阔的行情。再加上今年俄乌冲突新添了一把火，导致商品价格彻底的失控。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因素支撑下的商品价格的牛市还能够持续吗？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在碳中和的大目标下，大宗商品长期过剩不太可能了。同时，货币超发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的一个趋势，所以长期来看，商品价格的中枢恐怕还是会继续抬高的。也就是说，一旦商品价格出现阶段性的大跌，各国央行大概率就会重启宽松和刺激，下跌也是会有底的。但是我们从中短期来看，目前大宗商品的价格依旧处于危险的阶段，即便自6月以来出现了大幅的下跌，这个走弱的趋势我认为可能还没有结束。至少以1年的维度来看，商品及相关周期股的风险远远是大于机会的。为什么呢？我认为呢有以下3个因素。第一，是因为全球经济的衰退即将来临。最近国际铜价跌得非常的惨，4月以来已经跌了30%以上。而铜价下跌往往被看作是全球经济衰退的前兆，前面货币放水带来了虚假的繁荣，这笔债迟早是要还的。放水多舒服，收紧就会多痛苦。经济一旦转入衰退期的话，所有的消费和生产都会收缩。第2，我们来看国内，国内经济虽然有再次走向宽松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力度相比于2020年的疫情的刺激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增量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这样的需求想要支撑处于历史高位的商品价格，我认为是杯水车薪。第3，即便是从供给侧来看，能耗双控等收缩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也在不断的回归常态化，力度会更加温和，所以对于商品价格也没有太多增量的贡献。所以综合以上3个因素来看，不管是从价格的水位还是从基本面的趋势来看，商品类资产包括商品期货相关的基金、相关的周期股等等，大概率是处于历史相对比较危险的区域了。这和其他几类已经释放过风险的资产相比，已经不太具备很高的性价比了。